热烈成为今年暑期档中笑话，出现假繁荣的现象。王一博无疑成为这部作品未达预期的背锅王。不少人对于这部影片抱着很大期待，会认为这是今年暑期档电影黑马之作。结果现实狠狠打了我们一记耳光，目前突破10亿票房都挺难。再加上随着孤注一掷的爆火，张艺兴的一路崛起，网友就开始各种对此跟拉踩，各种小作文写到飞起，各种建议更是比比皆是，打着对王一博的关心，实际上就是各种嘲笑跟调侃。大家对于王一博的认知还是停留在饭圈中的各种非议，把他真正的实力通通埋没，这是挺替王一博委屈的地方。网友建议王一博不要再深入电影圈，3部影片加起来票房不到30亿，除了长空之王是1番，其余2部都是2番，虽然票房也捡到了，但是现在热映的热烈是假繁荣，制片人和导演没有物料票房，成绩会不如意。从刚开始宣传是喜剧片，到现在还要拿体育电影来找补，让人看了都心酸，认为宣传的点出问题，限制了这部影片的出圈，同时感觉对王一博的影响很大。这样下来，王一博很难一下子接到大制作作品，与同样深耕电影圈的4字朱一龙等人拉开差距，起码人家张艺兴4字朱一龙依赖于一部电影就可以飞起，无论是几番，起码人家有实际可以吹捧起来。反观王一博，3部影片不及人家1部作品，如果继续在电影圈发展得不偿失，不如去拍电视剧，拉拢一下观众缘。看起来分析的头头是道，可是作品不单纯是票房高就代表的，王一博每部作品都在8个亿以上，8亿票房难道是个小数字吗？再看一下他的作品，明显偏冷门系列，一部文艺片，一部航空片，一部街舞轻喜剧类型，本就市场定位不同，没有可比性。现在出圈电影作品大部分都是带有话题度，社会性话题，炒热度，宣传很有自己的策略才能出圈，并非所有作品都能够达到预期效果。就想问，王一博深耕电影是动了谁的奶酪，让这么多人忌惮？资本都是逐利的，业内选人难道需要问路人吗？对于热烈的成绩，我们是满意的。其实从侧面也看得出来，王一博并非是个幸运儿。3部影片都在黄金档上映，竞争激烈，如果放在其他时间段，成绩可能会不一样。一位演员的成功不是依靠时机的优势，演员需要的是演技。现在看一下那些有演技的实力派，都是一路高票房而来的嘛。3部影片，3种题材，王一博没有拘束在一种作品中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于角色的呈现和态度，没有消耗自己的流量，反而收获不少的观众。正如王一博所说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梦想，只要努力去追求，就一定能够实现。王一博从来不缺的就是被人各种质疑和诟病，因为大家对他的期待值拉得很高。3部影片换个人，估计都可以借此机会大火，没有关系，这就是优秀的人只会更优秀。王一博不缺观众缘，他如今只需要深耕演员，自然作品替他说话。王一博在2023年的3部电影都已经上映了，成绩基本维稳在8亿、9亿、10亿的样子。虽然热烈仍在上映期，但排片相比较其他作品都大幅度减少，在很多影评人的心中，票房估计会有另2部电影差不多。作为电影圈新人，王一博的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的，尤其题材还是谍战、军事、体育，都是小众领域。然而对比同期电影那20加、30加、40加的票房，这3部电影的成绩都略显平凡，以至于有些粉丝在看到这成绩时，难免失了喜欢王一博的初心。然而当大家看到电影《长空之王》在进行全国公益投放时，才忽然之间怔住了，怎么会有一个电影如此呢？当大家看到电影热烈邀请全国学生们凭学生证免费观影时，这才恍惚间想到热烈还在上映期啊，怎么会有一部电影这么做呢？长空之王下乡了，文化馆的显示屏中，学校的大屏里，小区社区的露天广场，农村村委会的露天电影，长空之王走下了基层，那些在上映期间没有买票观看的群众，如今可以免费观看了。无论什么身份，是老是少，是男是女，长空之王正继续他的使命，以公益电影的形式推动好电影走进乡村，丰富乡村群众文化生活，扩大并推广电影作为文化作品的价值。热烈可以让学生们免费观看了，明明这部电影的受众群体是年轻人，但片方依旧选择了不赚学生们的钱，明明孩子们更是热烈的年纪，以热血吸引同样年少的孩子们，更是有利于影片的票房。但体育电影勇闯暑期档，看惊叹号惊艳逆袭，
小众题材绽放最绚烂的梦想之光，荧幕内外都是满满的热情和诚意。我是学生，送我的这句话，热烈来用实际行动实现了。长空之王在全国上下千个乡镇县市免费播放，官方要求播放给下沉市场的老百姓看，热烈邀请全国的学生免费观看，让不愿意购买票的孩子们能够感受与他们年纪相同的热烈。电影的意义本来就不应该只是一串代表着票房的数字，它总得传递点什么，不是说教，不是上课，而是真的能让人自己体会到的答案。影片在乎的是被大家知道，粉丝们更多的却在乎票房怎么没被人高，实在是狭隘了。不可否认，对于一名演员来说，票房的确很重要，但狭隘是粉丝们想的利益大于电影本身的意义。电影如王一博本人一般需要精心品，不然是品不出他的内在。不要总看榜单跟那串数字来影响心情。长空之王和热烈都是任务剧，一个合作中国空军，一个献礼亚运，不是简简单单的商业片。王一博去演不是去拯救所谓的军事题材和体育题材影片票房的，他是去让更多人知道是非人喝街舞的存在的。恍惚间在面对票房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变成了丁磊，跟他要名要利，却忘了自己喜欢的初心，在计较票房。但是王一博的电影已经在完成属于他的使命了。花开时节，唯有牡丹能展现真正的国色，它的绚烂之美让整个京城都为之动容。王一博于1997年8月诞生于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，这里飘散着牡丹花的香气。当时的洛阳已经不再是唐朝时期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内陆城市。除了牡丹花卉之外，洛阳没有太多值得自豪的事物。在当时的中国，不存在到处都是妻子的情况，电视节目也没有那么多，明星也不是那么丰富多彩。然而，在1997年这一年，许多变化在悄无声息中发生了。娱乐明星越来越多的选择到内地发展，正值香港回归的这一年，快乐大本营在这一年上线，迅速走红，从而引发了综艺节目在国内的兴起，成为娱乐明星必须经历的舞台。娱乐产业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其中冯小刚拍摄的甲方乙方成为了我国电影史上首部贺岁片。随着王一博逐渐成长，我国的娱乐环境也日益进步，电视荧屏上不仅存在快乐大本营这样的节目，而且开始涌现出一些以街舞为主题的节目，例如全国街舞电视大赛。小时候，王一博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他曾经住院治疗，期间在病房内感到无聊，偶然间他注意到电视上正在播放全国街舞电视大赛，立刻被吸引了。出院后，他不断恳求妈妈让他学习街舞。王一博的家人没有人练舞蹈，而且他本人身体状况不佳，因此他的父亲对学习街舞持强烈反对态度。然而，王一博的母亲深爱着孩子，决定满足他的愿望，特意安排他学习街舞和爵士舞。王一博只学了半个月，竟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他掌握各种动作非常准确，舞蹈老师大家赞赏，称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人才。然而，当时的王一博正遭受着心肌炎的困扰，经常会出现心悸和头晕等不适症状，严重时甚至需要输液治疗。医生建议他减少运动，多休息。然而，对于钟爱街舞的王一博来说，只要身体稍微康复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去上课。在练功房里度过整整一天。王一博在2011年接受舞蹈老师的推荐，参加了全国 IBD 顶尖街舞大赛，并成功进入黑 FAP 组的16强。随后，他受到乐华娱乐的发掘，成为该公司的练习生。其次，乐华娱乐创立于2011年，当时只有2年的历史，还不是一家大公司。然而，韩庚成为了第一位加入乐华的艺人。这一事件促使乐华开始培养偶像练习生，并在韩国建立了专门的训练基地，采用韩国的造星体系来打造艺人。当时，国内的偶像练习生产业刚刚开始崭露头角，而韩国的练习生体系则已经非常成熟。每一位练习生都必须通过严格的选拔、训练和考核，需要学习多项技能，包括跳舞、唱歌、语言表达、礼仪以及演技等。每周都会进行周考核，每月都有月考核。如果无法通过考核，就会被淘汰出局。只有经历了几年的艰苦训练，才有可能真正获得出道机会。吴亦凡、黄子韬、鹿晗、张艺兴等人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残酷的练习生培训。当时在韩国做练习生的时候，吴亦凡曾提到，那段时间过得相当暗淡，
我一直在努力，但感觉没有尽头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甚至连电话都打不了。